带重要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哥也会加入我们节目现场。好，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呢，目前在这个高市早苗这边又想要推印太的数位走廊。好，那他是要验证台日海底电缆的效能强化。好，他说日本政府正加速的布局印太数位战略。好，那以印太数位走廊为构想那是高市提出的这个核心之一。那日本的总务省在以印度、台湾等印太地区启动了8项通信基础设施来进行验证计划。那最近呢，日本跟韩国的国防部长也都会谈见面那包含的是日本的防长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跟南韩的防长安圭博来进行会晤。那他们会后也发表了是重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那共同维系印太区域跟和平稳定。那小泉跟南韩的外长赵显会面，也针对了防务合作之间来交换意见。好，那大家有发现吗？现在日本跟韩国布局印太，尤其日本非常的这个强力。但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几天讲到现在美国在印太部分已经改成了太平洋。好，那过去印太是安倍主推的，所以高市是不是还在力挽狂澜？好，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好，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在日本 EEZ 护航科考船，那日媒认为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行使了管辖权。那现在华邮还揭露说美国的战争部次长柯伯吉跟共和党的参众议员有一个代理人的战争。那主要就是双方呢对资源分配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担心中国大陆反对现在这位参院的军委会主席这个韦克尔要访台这个让柯伯吉是非常反对的。那这件事情是在去年的时候原本要访台所以有一点这个烟硝味。那匿名的五角大厦官员说，政策办公室其实并没有投注太多的精力来阻止这一项的访问。好，那川普对大陆的策略之一就是包含避免在台湾议题上面出现了高调而象征性的展示。好，什么叫高调而象征性的展示呢？过去裴洛西议长来就是高调又象征性的展示。好，那也因为那一次我们有围台军演甚至还失去了海峡中线。那军演现在是不是美日不同心呢？我们看到目前除了环太平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勇敢之盾的联演。好，这是美日一起同盟参与的。那它主要的核心是在第1跟第2岛链，日本关岛跟菲律宾海。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参演的阵容包含了华盛顿号的航舰所属的第5航舰航空联队 F-35C 的逆踪战机跟水面舰艇的反舰武器。那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是运用了柴电潜舰来发射鱼雷，精准的命中了朱诺号这个舰尾区域，那来验证潜舰反舰的作战效能，然后持续精进联合防卫的作战能量。那当然这看起来很惊心动魄嘛代表美日之间都非常的厉害。好，但问题就在 F-22同框日本的 F-15J 参与了勇敢之盾，结果美军的照片却少了 F-35B。好，那主要是勇敢之盾2026美国空军的 F-22猛禽战机首度跟日本的自卫队 F-15J 战机公开以混合编队来进行飞行。不过官方的图说列入了编队的 F-35B 闪电 2 的战机，但是却没有在公开的照片当中出现。好，美军截至目前都没有说明为什么 F-35B 没有入境的原因，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美日的同盟似乎有一些状况吗？有一些人在讨论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规模大的2年1次的环太军演很多的居民有不一样的看法，包含夏威夷的当地人士他们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地球跟生命本身，那这些没有办法透过战争来进行保护。
好，所以今年的军演上面看起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印度现在也部署了是俄罗斯的涅伯 UM 的反隐身雷达，那中国大陆这边则是有歼20跟歼35战机的扩充计划，说形塑了印太地区空中力量的平衡。好，中国解放军呢，他们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歼20战机，而且继续的研发先进的型号。歼35的出现，其实也注入了新的战略变量。那因为舰载隐形机极大的扩展了中国海上的空中力量投射，而让他们超越了传统的陆基作战限制。那印度这边则是刚刚一轮讲到，他们引进的是涅伯 UM 雷达，那也凸显印太地区的军事竞争日益从传统的战机采购，那转向一个先进的感测器载。那电子战的优势跟综合战场的感知能力，那印度也不断的扩大他们的防空军备，就反映中国军事现代化确实带给他们一些压力。那两岸的侦察机呢，晃荡在东海令东京是神经紧绷。这是日本的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说中国的 TB001 的无人机跟运九的电子侦察机在东海上口来进行活动，那也对琉球群岛方面展开大规模的侦查。所以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对此表态，说这个举动传出一个明显的警告讯号，给自卫队带来了压力。好，那自卫队其实从来没有在通报当中提到过歼20，但是西太美军的一些报告跟太平洋空军司令的口述当中，都有一些证据表明歼20长期在东海上空来进行巡航。所以当解放军的侦察机它还正大光明的出现在镜头前，就说明了这局势就还处在警告的阶段。说真的，等到了自卫队看不到东海上空有解放军的军机活动时，才是最令东京感到害怕的情况。那中国的空警500呢，他们现在预警机产量说已经超过了全球总和。美国媒体就示警说蚕食这个西方的空中战略优势。确实我们这几次的这个节目上都一直讲到中国大陆他们在空中或者在陆战的实力是急起直追，让很多美国的军队军方都感到蛮不安的。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高市早苗要推印太数位走廊这部分，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日本本来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一个国家了因为它的这个非战的宪法是日本它不能够走军国主义，也不能够走军事的扩张主义所以周边的国家不会把日本当成一个主要的威胁国可是我觉得日本它的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其实安倍晋三已经悄悄的在布局，但是他的手段非常的隐蔽，而且是一点点的来。另外，安倍晋三的手法就是说要美国充分的搭配，然后他是跟着美国这样子慢慢的在扩张。所以不管提出这个 QUAD 也好或者是他要把他的这个无核三原则，或者是他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慢慢的改变的时候，安倍晋三用的手段是比较隐射的可是高市早苗走激进的一个主义，就是要一次推，而且要一次到位。这个激进的主义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让大家关注到说，日本已经不是人畜无害的国家了，它变成有害的、有毒的一个国家。那它形成了有害有毒了以后，它的一举一动都会被高度的关注了。那您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最近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媒体，它独家的一个报道，就认为说台湾把一些重要的国防的数位的这些资讯放在日本这个部分里面。会不会跟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印太的数位走廊，整个用海底电缆来串通，是不是产生了一些连结？那这些部分里面就越来越被印证了，也就是说，原来台湾的所谓高市早苗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事实上已经开始在落实在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部分里面也就会把台湾也好，或是把日本，其实会日本的高市早苗就把自己就带进了一个战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升高了，也给日本本身创造出一种，就是说会被大家感觉到说，你这个国家已经在威胁，对，它开始对周边的国家会构成威胁，你会介入很多的战争。那我们也看到了，俄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一次虽然是常态的例行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例行的演习规格已经在往上升了。也就是说，去年中俄的联合巡航9架战机。今年的中俄的联合巡航
已经上升到15架战机了。那俄国派出的是4架这个图95的战略轰炸机。中国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在日本海是2架轰 6K， 后面又是2架轰 6K 就进来。可是在这次搭配的，包括了空中加油机，包括了空中预警机，包括了这个歼16D 的电战机。这个电战机是扫除空中障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全世界就有2个国家能够做出来，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都用在这次的军演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动作，而且搭配的是什么呢？搭配的就是环太平洋军演开始了，勇敢之度开始了，还有坚毅行动、连战性都联合起来。那这个搭配这一次的美国的、日本的跟韩国的军事行动，而且也选在日本跟韩国的防长在访问，而他们在讨论有关于日本的军舰、军战机、坦克可以登陆这个朝鲜半岛的等，整个都在联合的里面。我们看到东北亚的局势已经进入到不稳定、不安全，这个原因在哪里？军国主义造成的嘛。是日本在打美国在打日本牌，日本在打菲律宾牌，造成了整个亚太地区的不安定。对，我觉得日本很重要，是一种现状被改变了哈，慢慢在被改变。好，亮哥来到我们现场，亮哥怎么看？我觉得是日本右翼认为时不我与了，时机对了就要往前冲。就是2025年那个93阅兵，我觉得给他们蛮大的刺激的。可是日本右翼千算万算就没算到伊朗战争。哦，没想到伊朗战争搞到能源危机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又有新的筹码嘛，那美国面对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他当然认为中东更急啊。我觉得这个是在日本右翼的盘算之外啦，不然高市早苗要走的路真的就是坐急速的快车要往前走，因为日本右翼觉得时间对日本不利，而且日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啊，他有很多武器事实上都没有做啊，所以他要急着要正常化嘛。还有修宪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只是代表日本右翼里面，他愿意去承担这个走快车的这个路线我觉得有一些人不一定愿意一样是右翼石破茂就不愿意那安倍就走得比较沉嘛，那你现在要在台面上一路往前冲，因为这个可能是短命的。他愿意牺牲打，我也不要说他牺牲打了，因为坦白说，如果不是伊朗战争他民调不会掉那么快了。因为如果是去年高市早苗民调将近80如果不是伊朗战争导致日本的那个通货膨胀起来了，他民调不会掉那么快了。可是这个就是天意了那我跟你讲，我觉得美国也不是没责任我觉得美国里面确实也有一派人认为，就让日本扮演乌克兰的角色，因为菲律宾跟台湾太弱，不足以当乌克兰要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美国就会觉得让日本去跟中国撞撞看，看耐不耐打。可是我跟你讲，美国在这里也是很投机的，美国就看你耐不耐打。如果你很不耐打，那美国立刻又跟中国和解。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觉得美国就在玩这个东西啦，所以美国就会觉得说，日本你要正常化好啊，我就明的暗的来鼓励你support 你你要军售去部件各种飞弹很好啊，你就去跟中国撞撞看嘛。我不要撞，我练在第2线美国还撤到天宁岛、关岛、澳大利亚，你日本去负责第1岛链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很笨的国家叫赖清德嘛，就赖清德你也卷进去了嘛。我一直在讲说这个日中的冲突的这个态势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是因为你有国仇家恨，没错，历史的渊源。那美国又在外面默许，可是你台湾不要卷进去你台湾如果卷进去，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会不客气，就连着打。我跟你讲，他现在制裁日本的稀土你如果真的连在一起，搞不好连台湾都被制裁
所以你不要开玩笑啊。对，所以你看现在国际政治，尤其在第一岛链，是蛮复杂的哦。大钟教授怎么看？对，我补充一下，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哈，《华盛顿邮报》最近披露一个新闻啊，其实非常有趣、耐人寻味的。因为他特别讲说哈，五角大厦的第3号人物哈，就是川普所重用的柯博基，政策次长，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希望能够阻止了，就共和党资深的联邦参议员来台湾访问。他指的是谁？其实就是这个韦克尔。去年8月份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资深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来台湾访问，而且他是一路的。从夏威夷、关岛、帛琉、台湾菲律宾，因为韦克尔何许人也？其实他是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上一次军事委员会主席访问台湾，已经是在2016年的马坎参议员，同样是共和党。那韦克尔他是来自密西西比，他是先众议员再参议员，从2007年之后担任联邦参议员到今天，他是属于共和党的哪一种人物呢？他在光谱上是属于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传统共和党里面，还是有那种国际主义者。这国际主义者非常有趣的，他是支持以实力获致和平，这我们非常清楚。还有就是他维系的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还有地方就是，而且是各个领域都是，不管是中东，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印太，都是如此。所以他反对俄罗斯，反对普丁，支持以色列，同样也支持台湾。意思是，他没有太多的地理上的一种优先顺序。但是柯博基的看法是有不同的。柯博基在光谱上会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共和党现在有一派叫做克制型的现实主义者，或是有点像是美国优先。意思是说，他认为资源要优先次序，绝对不是欧洲，也不可能是中东，就是在印太地区。那支不支持台湾？其实两个人都支持台湾，但是方法上是有不同的。像柯博基他所支持的就是低调去做，绝对不要敲锣打鼓。所以刚才讲到说，不要有太多那种象征意义的作为，或是那种公开式的支持台湾高调，这可能就是柯博基他认为说不需要去做。所以柯博基要做的地方是什么？第一个是台湾你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是跟川普一样的，你的国防预算投资要更多。还有他也比较支持这个军售的价格总数不重要，看给台湾什么东西，台湾要什么东西，包括不对称作战的这个要求，包括像是一些比如说台湾的战力保存，还有应该有各式各样有更充足的这种弹药的储存，这是柯博基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并不是不支持台湾，但是这个时间点里面，华盛顿邮报披露这个讯息，我觉得是有趣，代表说看起来都是支持台湾，但是在方法上，还有在这种优先顺序上，还是有些巧妙的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时候应该是也有些政治的讯号想要释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现在大概6月底哦，但是呢，现在的天气啊，真的可谓是极端气候啊。虽然我们最近在下大雨哦，但是哦，7月份可能开始就是天气非常炎热了。好，当然这个热浪也席卷到了欧洲。好，很多人在法国也说，哇，最近真的超热的哦。那极端高温拷问民生哦，说政治正确被批双标。其实欧洲多国激辩，到底要不要装空调？好，那因为法国的部分，待会赖老师可以讲哦。他对于那个当地的状况比较特别哈，好，因为欧洲有一些极端环保主义的势力哦，是把不装空调视为一种政治正确。但是呢，人们发现哦，这些口头上喊着环保的人，都是坐在空调房里头，要求一般民众不要装空调，哦，有点像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啦哈。好，那热浪来袭呢，欧盟委员会总部哦分楼层开启空调惹争议。好，多家的欧洲媒体27号报道说，欧盟委员会的总部贝雷蒙大楼有13层。好，那冯德莱恩跟26名的欧盟委员跟3000名工作人员都在这边办公。那冯德莱恩在13楼办公，那多数的欧盟委员跟官员办公室则在8楼以上。那1楼到7楼就是其他工作人员的办公区。但是最近大家就发现啊，法国热浪来袭，他们赶快做什么事情？哇，紧急下单空调。所以这成为了微博跟百度的热搜1啊，就是下单3万台的空调。
那这件事情也影响到医院因为医院也飙40度患者是活活被热死。那法国也紧急下单了是3万台空调，就是这个新闻说，因为这连续高温3天，法国全国超额死亡的人数大概是1000人。那很多都跟高温死亡的病例都涉及老年人，因此只能赶快下单空调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法国的卫生部长就说，未来几天就要配送到了医院。那数百人热死，现在要这个下定空调，中国的空调就成了救命药草。我说有人在欧盟境内2天跑了200公里才抢到最后一台。那这个热浪导致的是1.5万人死亡大家应该很难想象。那其中多为没有空调的老人。那热浪之下，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各大的商场几乎被一抢而空。那甚至有消费者花了2天，在全欧盟范围寻找了这个200公里才买到最后一台。而最后一台当然也是水涨船高是涨了100欧元。那热浪也是会影响到经济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的高温恐酿数千亿美元的巨额损失。那最新研究指出极端的高温已经成为了欧洲结构性的经济风险，不仅导致呢劳工生产力大跌，物价飙升，那未来还可能造成数千美元的经济损失，让疲于应对高能价的欧洲是经济雪上加霜。好，那我们再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现在呢国产车强势崛起。好，我们都知道现在他们国产车非常厉害，结果呢他们的进口就年减了19%。那这当然对于其他品牌尤其是外国车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他们本土化加速，所以汽车的进口持续低迷，已经连续3年是呈现了负增长。那是不是让德国的车就会很有感觉呢？因为德国政府现在是呼吁福斯在德国生产中国研制的车款，再找一些出路啦。因为拥有福斯决定性的股权下萨克森邦总理李斯就建议说，在德国工厂生产中国车款，说如果我们在德国生产目前中国研发制造的车辆，其实就可以稳定工厂的产能利用率。那如果讲到车子，大家也会想到有一些关键的矿产也是车子必须要制造所用那日本感觉就是被掐住脖子那就是呢中国大陆将20家的日本实体列为出口管制名单。好，那是29号一连发了2份公告，然后中国的商务部呢就宣布将防卫研究所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相关的实体出口两用物资。好，那当然项目就是这些实体参与过提升日本军事实力。那日经新闻分析中国进口的22种关键的金属就被纳入了出口管制的范围所以蛮多的那这些矿物出口管制之后，制造业就会像卡脖子一样。那日本就非常希望能在全球寻找替代能源，那这些都是问题啦。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欧洲的热浪，那冷气当然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但是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查过资料，欧洲人好像过去觉得他们的温度没这么高所以都不爱装冷气。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但是我这个资料读的大概是3-4年前所以他们到现在还不装冷气。到目前还是这样。为什么不装？我就不理解。好，亮哥怎么看？欧洲各国装冷气不太一样，意大利比较多，50%，因为它比较南边。意大利是50%，是它可能有比较湿的地方，OK， 湿热。法国20%，英国只有7%，装空调的。我那时候读的就是英国资料，英国是最低的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历来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热了，所以欧洲的建筑它倾向是保暖。不是怕冷不是怕热是保暖，所以结果现在大热浪来，待在那个欧洲的住宅里面，有些地方就跟烤炉一样所以法国跟意大利的博物馆有好几家都关掉，因为没有办法开那装冷气就好了，就没有冷气嘛，我就跟你讲我想欧洲也是自找麻烦，给掰啦，高大上一大堆啦。他不是冷气，他要淘汰他说有 HCF， 他要淘汰欧洲不鼓励人家装空调，说这个排出去又是污染然后他对于电力的发展也不积极。是。欧洲的电价是世界最贵的嘛。比如说我讲荷兰的例子啦，
荷兰最近热浪来了，它的高铁 ProRail 减班了，减班呢。那法国有好几个地方工厂停工，因为怕劳工中暑，它没有冷气啊。那这样不就影响经济了吗？当然了，法国热到44度啊，巴黎啊，室外了，室外44度，那室内都35度以上了，对，40度，所以他就怕中暑，停工啊，所以它确实已经影响到经济。那现在急着去买空调嘛，他现在设定的是美的了啊，大陆的那个美的了啊，那应该叫美德啦，美德，不然以为是美国帝国主义，美德啦，美德就是刚好卡欧洲的规格。就欧洲的装冷气的规格非常的严厉了，啊，这个我看到了一堆了，比如说一定要专业人员才能够装了啊，那或者是说制冷剂要2公斤以下，那美德的产品刚好1.99这样啊，就刚好就符合你的规格啊，那节能省电效能级别要不能够低于 A Double Plus， 这是瑞士的规定。那美德呢就刚好符合规定这样。所以我跟你讲啊，所以欧洲人选择也不多啦。他自己造成的啦，我讲白了，他自己造成的。我本来看到印度在缺空调，我都以为是印度的独有的 case， 现在才知道欧洲严重成这样。那它的建筑要全部改建也不太可能，因为它很多建筑都超过50年嘛。那种建筑大部分都是为了御寒，所以它是要保暖，而且我热浪一来就跟烤炉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恐怕要调整自己很多政策啦，包括能源设施啦、电力设施啦、对空调的政策啦等等啦，不然他们本来是 HFC 的空调，2050年要全面禁绝啊。那这完全不用装了他本来的政策是这样啊，不是2050年，所以你现在要装，他们都不鼓励啊，就是这样。对，所以一轮3、4年前读，美国的空调是90%，台湾跟大陆是100%，还有得受。赖教授怎么看？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哈，我觉得欧洲要解决这问题，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要向美国施加压力了。第一个就是气候异常，地球温度升高。这已经是客观的事实，不容许这个川普再否认。川普一直否认，一直抵赖。但是我觉得欧洲软弱无力，中国大陆已经尽量努力去做到这个气候暖化，说他应该要负的责任了。欧洲也都做到了，没有错。但是这欧洲应该跟中国大陆要合作，给美国施加足够的压力，要美国一定要改变，因为美国不改变，我们的温度整个不降下来，坦白说，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过去在欧洲生活啊，这个6年，我们1年就1天会超过36度，1天而已。那个时候啊，1年就1天，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还可以容忍啦哈。我们不需要，因为它第一个它干燥，是，所以你在室内的话，你一通风啊，基本上来讲有电风扇就可以，而且绝大部分连电风扇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的生活中真的不需要。可是我女儿跟我说，因为我2个女儿都在法国，一个在工作，一个在读书啊。他们说在室内的温度是40度，是热到不行，所以他们要做冰块，要自己做冰块里面，然后用电扇这样子吹冰块，然后他有养一只狗，所以那个会怕它中暑过热，狗都已经出不去了，因为出去外面44到45度，它走不了多久就会受不了，柴犬嘛啊，那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气候暖化在去年已经感觉到不对了，那今年还好，我就跟他说赶快买冷气。可是问题就在于那时候冷气，您讲的没有错，就是因为规格太严，能够选择的很有限。还有一个部分里面，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他们首先必须要逼着美国必须要赶快重视这个问题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在法国他们的这种公司啊，大的公司大楼、写字楼或者是百货公司都有空调。所以他们这问题不大，他们上班的时候问题不大，可是问题是在于你，那个是新大楼，对，新大楼，可是你住家是很少有空调的，住家很少有。那刚刚郑亮有说到，就是说他们的是保暖型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建筑是属于这种堡垒式的，所以中间是庭院，
然后四周是围起来的。那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旦空调一装分离式的话，你往里面装那不得了，那一进去就是烤炉了，你也出不去了。所以他们不能够是分离式的，他们为什么要限于2公斤的制冷剂？就是它必须是一体的，都在那个房间里面，都在家里面的。那你想你的还好，他们干燥了啊，所以他们的只要温度低一点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可是我还是觉得欧洲人的观念应该要变了，因为地球升温了，你不能够再这样子强烈的限制他们不装空调。那个是热死人，这次热死太多人了。对啊，1300多人，我觉得这也人是地球一种警讯啊。对，但是人类要怎么样来做解决，要有一些变化了哈。大家周忠教授怎么看？对，我提一下那个中国大陆最近了哈，6月29号才刚公布新的这个对日本的一些出口限制的名单啊。其实这个整个脉络它不是第一次，今年2月份就有一次。那整个脉络还是跟从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哈，日中关系出现重大的问题相关。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在做的一样是卡脖子。好，那这一次它有20个名单是属于管制的，好，就是军民两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技技术不能够输入到日本。另外，其实还有20个是列入这个观察名单，就是还是要经过很严格的审视，能够来判定说可以不可以。所以这里面主要有几大类。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是防卫研究所NIDI，还是属于防卫省的研究机构跟智库跟单位，怎么也会放在这个名单里面？等一下再提。第二个是属于跟一些日本的这个。防卫相关的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三菱重工相关。第三个跟高科技有关，第四个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制造商有关。那刚刚提到防卫研究所，基本上它做的是跟日本的战略安全。日本的军事包括各式各样还有区域安全的一些研究，所以这次被列在其中。很多人的解释是说，可能中国大陆的这个诠释跟解读是把它视为是一个整体日本在提升你的这个能力，属于能力提升的一个这个链里面的一环。所以，即便看起来你是一个研究机构，是个防卫省下面的智库，但是我同样把它视为是被我管制、被我制裁对象。所以这里面后面还是有重大的一个政治的考量。宣示的效果在里面，而且这是很重要一波6月29，不排除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日本的企业，他们叫做实体或者政府的单位列入这个所谓的新的名单当中。那还有刚才所提到这个欧洲最近的这个热浪啦，这种高温，那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冯德莱恩他所在的这个。欧盟执委会的这个布莱德大楼，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讯息，想说会不会是假讯息？因为有时候一些消息也牵涉到欧盟各个机构里面斗争，但是消息是真的。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些高层官员有时候说一套做一套，你自己讲节能减碳、绿色经济、绿色能源，然后最后是下令说保留部分的。分区开空调，意思是你限制别人，但自己要继续吹。还有也反映出部分人是对于欧盟的这个官僚的机制是精英是有反对，是有不满，所以搭着这个热浪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跟新闻。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国际大事怎么可以不关注美伊现在的情况呢？好，那我们来看到以军宣称他们摧毁的是伊朗国内安全部内的关键资产。好，伊朗的革命卫队则说已经对近日美国侵略的行径来做出果断的回应。那之后也会采取更强硬的来对待违规的船只，那也威胁对美军的基地发起地狱式的打击。好，那川普才呛要重启战争不过呢，现在又说美伊同意停止空袭，30号说要在杜哈会晤来谈赫姆兹危机。好，那川普是讲说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说如果发生这种状况他就呛瞎说伊朗将不复存在。当然我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大家就说伊朗这个川普已经讲到不知道是几次说伊朗不复存在但伊朗都还在好，美国官员则透露说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那双方是预计在30号卡达首都杜哈会面来举行会谈，要借此处理关于赫姆兹海峡
峡的争议。那《华尔街日报》则轰川普太过软弱了，那也警告伊朗正赢得赫姆兹之战。华尔街说，伊朗其实正赢得赫姆兹之战并将矛头对准了是川普，批评他对于伊朗政策过于软弱，不仅没有办法确保赫姆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反而让德黑兰逐步的掌握战略的主导权。好，《华尔街日报》讲的也是他们美国国内有一派的人的论点就觉得其实川普这次哪有赢是输，好不好？好，那当然，波湾国家是不是转向呢？沙烏地阿美持油直升机坠毁，然后至少有14人罹难。我们看到，这是一架隶属于沙烏地阿拉伯国营能源巨头沙烏地阿美的直升机，就它坠毁在他们国家的东部赫姆兹海峡以西的城镇，造成了14名沙烏地的国民身亡。那坠机的原因目前还不明，但有画面传出，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海湾国家不再信任美国会保护它，所以正在跟伊朗达成自己的协议。好，这个报道是特别讲说中东不想只看美国的脸色，海湾国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破洞了，所以干脆直接跟伊朗来谈安全。那沙烏地也趁势坐上了外交主桌，所以美国虽然在沙烏地阿拉伯或是中东这边的军力都还在，但是主导权正在被绕过去。好，所以如果这个讯息是正确的话那可见美国真的是在美伊这场战争当中，国际上的势力势微非常多。好，那当然，伊朗外交部开骂，谴责美军违反停火，痛批背信是美国本性。好，大家有发现吗？只要伊朗讲到美国，通常连的就是背信这2个字他对他真的是完全没有信任感。好，我们看到这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残暴攻击伊朗的南部沿海，说这些打击显示着美国丝毫不重视自己的承诺。那背信是这个政权本性的一部分。那伊朗会决心的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来对抗美国的军事侵略。那川普现在还是有一些动作，包含呢9月改造华盛顿100年的高球场。那有人就觉得这个正事不干，在干这种事情这个川普是讲说了，你看华盛顿特区拥有100年历史的东波多马克公共高尔夫球场将在今年9月正式展开大规模的改造工程，把这座目前几乎无法打球的场地，我们要重新打造成全球最顶尖的高尔夫球场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川普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那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为了他自己来做打算呢？那当然大家也看得很明白。那川普还做了一件事情他最近在晒他的年少照甚至还要 PK 谁 ？PK 奥巴马那这个左边就是川普20岁的照片，那右边就是奥巴马18岁的照片。那川普也是一个相当自恋的人，他抛出这个年少照是要得到大家的赞赏，说哇，川普你好帅20岁的你好帅就网友一面倒说奥巴马的气场完胜所以呢，我看川普又要生气啦然后美国媒体直击说川普爱国博览会人气惨淡但有一头牛因为这名字走红因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嘛，川普政府就要庆祝，所以在华府举办了为期16天的美国洲际博览会，结果人潮稀稀落落。那你看到这张照片是在流传出来的照片。那大部分的空域都是空无一人，那音乐人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呢只有2位观众而已。那甚至这里头有一头这个牛叫做梅兰妮亚的乳牛有亮相。那有学生托斯利弗就说，我们觉得梅兰妮亚这个名字不错那因为跟第一夫人有关那当然就觉得挺搭的。但我个人认为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开玩笑毕竟这个第一夫人我们还是要尊重她。那以及美国跨越了250年的门槛，那这个美国追求建国的250年，追求自由平等立国，但是如今说内部出现了帝王式的权力，民主的信任也是下滑的，贫富压力跟扩大所以大家觉得似乎跟过去的理想是渐行渐远。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美伊的部分，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蒙雷利亚那只乳牛真的长得蛮好看。我跟你讲，孟加拉有一只牛，本来要孟加拉是老虎吧？本来要去杀了，结果因为那只牛长得像川普，结果就把它留下来。所以他的头发了，对他头发就是像川普的头发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人家没有不敬的意思，是吗？真的没有啦，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啊。这个如果我说像一只我是乳，我会不开心哎。好，那只真的长得不错了。我跟你讲，美国跟伊朗这一次啊，就是长荣那个长利号嘛，它就是依照美国跟联合国那个国际海事组织那个 IMO 提议的替代路线，想从阿联酋、阿曼这样绕出去嘛。伊朗就说你不准，你要出去都要跟我打招呼。是，虽然我现在不收通行费，可是我有管理权。结果有4艘船不听了，那长利号第1艘了，啊，结果他就被那个无人机炸到他的船舷了。坦白讲是小炸到了，警告啦。对对，那把长利号给吓到了，就赶快往外开啊，开到伊朗看得到的地方。那另外3艘船就不敢动嘛，啊。坦白讲，这个动作是蛮故意的啦，就是对你美国跟国际海事组织所建议的替代路线，我跟你说 no， 所以川普就很生气啊，就派人家去炸。据我了解是炸伊朗的无人机的基地啦。那后来听说伊朗革命卫队也说他做了报复，可是我就不知道他炸哪里了。可是伊朗革命卫队说他们已经报复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像《华尔街日报》啦的高度的愤慨嘛，因为他就代表华尔街嘛啊，他本来就最反对伊朗的啦，华尔街日报》啊。可是这个就，坦白讲，这个问题就这边悬着啊。伊朗就表示说，其实我要打你啊，真的很容易啊，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完全跳开我，都不跟我打招呼啊。伊朗也不是不让他出去啊，他只是说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路线走啊。可是，一般人都估计，如果都这样的话，管理权都依他嘛，伊朗最后一定会收费的了。可是这个又怎样了？难道你要被打吗？是啊。结果那个国际海事组织临时喊停，说他现在不推荐路线了，因为现在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啊，就伊朗他被打没有错，可是伊朗得逞啊，现在里面的船不敢出来啊，就是伊朗就成立了一个叫波斯湾海事管理局啊，他说你一定要跟他打报告，你们才可以走，所以目前伊朗是占上风的啦。那川普当然又生气了，礼拜六、礼拜天那边鬼叫，说我要打你啊，让你不存在啊，又在那边讲了，不知道讲几百次了哈。对，可是股市好像不太反应。没错。股市并没有暴跌。现在看起来有点脱钩了啦，因为这毕竟打有一点久了哈。赖教授怎么看？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说，两边其实都不想打因为美国打了也没意义，因为他打的目的是要伊朗屈服，伊朗不会屈服。那伊朗打也没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双方的不断的长期的消耗战，这个对伊朗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双方事实上都想要停手，但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停手。伊朗方认为说，我们有签 MOU 里面就是双方都要停火。第二个，冻结的钱要陆陆续续还给我。第三个，海峡的管理权还在我手中。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海峡管理权怎么可以在你手中？可是 MOU 的14条里面有这样写啊，有这样写啊。那对伊朗写美国不介入，对，而且伊朗，我觉得美国是透过阿曼片面的改变现状的，所以由阿曼这边出面就是画了另外一条航线，贴近阿曼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对伊朗来说的话。你即使画新航线，你也要经过我同意，而且我们当初说好是我们两国来共管这个海峡，这个利益怎么分，以后管理费怎么分，那是我们两国的事。那你阿曼怎么会改变了？那我们的判断是，阿曼很有可能受美国的压力或者美国的影响下，他自己来尝试这样做，伊朗会不会睁一眼闭一眼就过了？结果伊朗并没有睁一眼闭一眼。其实伊朗并不是打不到长荣，他是故意没打到。但是已经是警告性的射击，非常明白了。警告性那就是到此为止，你就退回去也就算了。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那颜面扫地嘛。美国人要展现这个海峡不是你伊朗能控制，当然就打了伊朗。可是问题就是真的有打还是没打，大家也罗生门。那个照片也看不出是真的有打还是没打。那你也但是炸了有炸，有没有炸准不知道。炸的是不是军事目标？不知道。有没有价值的军事目标也不知道，就是炸了。
那伊朗也就炸了一下美国，那就反炸，炸完了以后，第一艘船过去了，伊朗就不客气了，那就打到了，打到了以后，那是第二艘船已经被打到，那美国又炸了，伊朗又反炸，那就这样子，那难道又这样子从头至尾打到底吗？可是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再这样下去没意思，所以等到第3天就说那就再谈吧，那就卡达尔继续谈，所以我觉得那是假打了，我的判断是假打。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是充分的不信任了，所以他们要自己组建一个安全架构，是排除在美国外的。中国大陆支持，那看看未来他们能不能谈出来。好，不过中东的这个局势看起来，美国真的衰退很多。大钟教授怎么看？对，尤其现在又是碰到美国这个建国250周年这个纪念啊，是，所以照理说应该是美国非常盛大的一个英雄班哦，英雄班对。而且6月，像里面字卡有提到说，6月25号洲际博览会已经这个开幕，那川普也有一些演说，那这个活动会一直到7月10号吧。而且除了联邦、除了华府之外，其实美国各州各主要的城市也有各自的活动。照道理说，这个活动应该就是要宣扬美国的这个建国精神啦、立国精神啦、开国的元勋啊、爱国主义啦、等等等等。但是当然，川普在这个开幕演说当中，他会夹杂一些他所认为的重要议题，比如说他的政绩，美国已经又重新伟大，美国又回来了。还有他也特别讲到说，我把这个华府地区里面过去大家所诟病的，什么游民很多这个市容有碍观瞻等等，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的纪念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建筑，好像大家过去没有把它整理得很好，这是在他的演说里面所特别强调的。但是，一般的美国民众可能还是会在意的，最在意的还是美国的经济。好，有没有真正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征兆？物价是不是下来？能源是不是这个价格？汽油的价格是不是下来？那这一切其实都跟目前的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局势相关。因为照道理说，从6月17号签订这个备忘录，有60天的谈判期，一般外界最乐观的这个预测是慢慢，基本上所有的新的这种冲突应该就要消失，应该是要以谈判桌为主轴了，不管是在巴基斯坦为主，或是在阿曼等其他国家的斡旋之下，不管在哪个第3地进行。但是我们从6月17号到现在，3不5时就来一下。那这次当然是因为这个长荣的这个船被打，那川普就马上美国就是要有一些反制的作为。那伊朗当然也不是眼睁睁的被你打，伊朗打的方向就会打到，比如说打到巴林，或是打到科威特，打到其他地方。所以未来这几十天，我们就应该可能就是常态，因为打完之后，大家好像先停止了。对，然后意思是说我没有要继续升温。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冲突，我觉得还是会对谈判桌最后达到所谓的重大的决议，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效果。更何况刚才有特别提到，其实这14条的里面分了几个大类，其实每一项要真正能够达到双方都能够觉得满意，那个点其实是非常困难。